嗨，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4日。特朗普关税加码下的全球产业链大迁徙，越南呢能否承接中国制造？未来几年呢，中国制造可能会越来越难。2025年呢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挥舞出关税大棒，宣布呢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使总关税率呢从10%升至20%。与此同时呢，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关税呢也同时生效，税率分别为25%和10%。这一政策呢，标志着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呢，美国优先的贸易战略全面升级，也预示着全球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的震荡。这关税加码就像一场国际麻将局，加码的手段呢，牌局才是关键，谁能笑到最后呢？还得看谁的牌技更高。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呢，特朗普在声明中也强调，关税的核心目的是遏制中国制造的芬太尼等毒品呢通过加拿大和墨西哥流入美国市场，并称呢，如果问题未解决，4月2日的这个互惠关税呢仍然安排生效。然而呢，这一理由呢被媒体广泛视为政治操弄。然后呢，中国商务部呢迅速做出了一个回应，指出美国单方面的增加关税呢违反了世贸规则，并将采取一切的有必要反制措施。有些国内的网友呢对于特朗普增加关税呢还表示的雀跃欢呼呢，说特朗普在抵制剥削劳动力的低价产品。真的不要太异想天开，如果我们的产业对于美国没有冲击的话，人家才不会来管你是不是剥削劳动力呢。真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低端劳动力市场呢，全世界到处都是，比如越南、印度、孟加拉。产业转型到了那边以后，你连3块5块都赚不到，那我们能干什么呢？集体跑外卖，集体跑滴滴，以后你想进厂打螺丝都得办一个护照去越南，是不是这个道理？关税加征的直接后果就是抬高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削弱了价格竞争力。以电子、纺织、机械等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为例吧，企业呢目前面临2个难题的选择，要么承担这个成本上涨的压力，要么将生产线转移到就是关税比较低的国家。而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呢，因为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宽松的这个贸易政策呢，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产业的转移的首选目的地吧。自2024年呢，特朗普宣布可能对中国商品征收这个高达60%的关税以来呢，越南呢已经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企业迁入了越南的工业区。数据显示呢，2024年东南亚新增的工厂中呢，60%以上都是来自中国的企业的搬迁，尤其是汽车、电子和半导体行业。例如呢，某这个知名的半导体企业吧，将深圳的封装测试生产线呢整体转移到了越南的海防市，来以此规避这个美国的关税壁垒。越南的优势呢也显而易见，劳动力成本低廉，越南工人的月薪约为中国的1/3吧，而且人口的结构化也比较年轻，地理位置呢也比较优越，毗邻中国，然后便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一个运输。贸易呢协定红利，这个越南呢和欧盟、日本等国家呢签署了自贸协定，出口呢享受这个低关税。然而呢，越南并非完美的避风港。这个2021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呢，越南长达数月的封控呢，也导致了工厂的停工，供应链这个中断，迫使部分外企呢紧急的迁回了中国。还有这个某运动品牌就是因为越南的工厂停工，间接损失了6亿美元的销售额，最终呢还是不得不重启中国的生产线。此外呢，越南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产业配套呢目前还不算很完善，也制约了它承接一些高端的业务的制造能力。更关键的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可能进一步扩大至东南亚。如果呢越南对美国的这个出口激增呢，美国也许将会视其为中国制造的这个绕道出口地，从而加征这个惩罚性的关税。
尽管呢关税加码加速了这个企业的外迁，但完全脱离中国的供应链其实并不现实。以电子产品为例吧，越南工厂仍需要从中国进口6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这种半成品的依赖呢，也意味着即使组装环节呢转移到了越南，中国呢仍掌控着价值链的上游产业。目前呢，多国都卷入了关税贸易战，接下去呢，欧盟、印度等都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的目标。全球贸易壁垒呢进一步的升高，最终呢，美国消费者将承担关税成本。哥伦比亚的广播公司民调显示呢，75%的美国人认为增加关税将推高他们的物价消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如同一把双刃剑，即便迫使产业重新布局这个供应链，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风险。越南等东南亚的国家呢，虽然短期内这个可能受益，但其承载的能力和地缘风险呢，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呢，产业升级与内需扩张呢，是抵御外部冲击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全球企业呢，如何在政治博弈中平衡效率与安全，将成为未来10年的生存课题。那么好，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视频更精彩，麻烦点个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